所以我们要管理什么东西呢？就是业主们，你们要好好的思考这个议题。说你现场的管理的方法、流程是什么，程序是什么，这个要做出来。除非你要有办法做到这种电源的管理，不然你装那个电表，你只是看到说每台机器今天用了多少电，那个对我来说意义上没有很大。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前几天呢，客户跟我说要做碳足迹，因为他需要做碳足迹，所以他想要装电表，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要做能源管理，所以他要做机联网。我一天立马就给他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个领域太广泛了。我就问他说，你想要的碳足迹是什么意思呢？是从摇篮到坟墓吗？所以我们要先定义清楚客户的需求，不然会被他拉着走，但是就会太发散了。好，所以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你要的不是这个，那你也不是海啸第一排。比如说你是被政府要求的，不过目前政府并没有要求到碳足迹，顶多就要求到碳盘查。而且是有从公司的规模跟行业去做一个规范跟要求，还没有被要求到的，除非啦是因为西边的要求。那西边的要求，你就东西是有出口到欧洲的这一块是，所以我说它是海啸第一排，不是因为政府法令的要求是因为国外客户的订单的要求，你必须去做你的碳这些的申报。但碳足迹跟你要做西边就不太一样，西边它要的是你的碳含量，所以又不太一样了。因此我就在白板跟客户做个分享，说你到底要的是哪一段。好，那讲完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说他其实自己公司的这个制作过程这些的一个碳的记录而已。那就回到第二个，他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必须做能源管理，因此他要装电表，然后呢工商报价要好几百万。我说天哪，不是这样吧？不见得你一定要装电表，或者是你要做能源管理才能够收到碳足迹，或者是你产品的碳含量，这也是两件事。就是它广泛性来说它有关联，但它不等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要很清楚知道。因为如果你只做能源管理，你在管的是这台机器的能耗啊，就是这台 A01 这台机器在今天它总共使用多少度的电，但是这对我们要算碳含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不知道这机器现在在做什么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再做另外一个表，再来核对这个表，再核对，然后最后就是变成好几个表写出来，然后人工在那边加加减减计算，很辛苦了。而且就是时间走向来讲是不太一样啦。像我就会比较希望是说，你得先把你的工单对应出来的那个制程序，然后在机器这些的生产的节奏，你是要先知道的，因为你必须知道这台机器现在在做什么工单、什么品项，你才有办法算到说，那它这个 item 现在用到的多少电，这才对啊。因为有时候一台设备，你说你今天用了10度电好了，但是这台设备今天做了5张工单呢，那你就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工单、每个 item 的那个使用电的那个电吗？然后从这个用到的电去算它的碳的含量嘛，其实也不对，因为不是平均数字因为工件有大有小，除非你这5张工单都是做同一个 item， 那就没事。但是大部分我们的传产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业主们千万不要误会，那是两回事那你做电源管理也不是说不要做，就是有一些比较耗电的机器设备啊，你要去做它，去监控它。就是有些设备不应该开的时候，它就不要开。那减少在等待时间的那些电的浪费。因为你只能够这样，除非你要有办法做到这种电源的管理，不然你装那个电表，你只是看到说每台机器今天用了多少电，那个对我来说意义上没有很大你会看对啦，就是宣传上来说，你会觉得有个看板很厉害我有20台机器，每个机器用到多少电，耗能多少，回归又是如何，那就是事实。因此真正能源管理，它的重点是在后面那2个字管理，你用什么方法去管理它。但这又回到一个事情来说，像有的机器它必须要暖机的状态，它可能暖机要很久，所以也许我现在8点到10点我做一张工单做完了，那10点到11点可能料还没来。理论来讲，机器没有在用，是不是应该要断电？省电嘛，像电风扇不会眼光给它关掉一样的道理。但是有些机器又不行，因为你一关电，等到料一来的，你要一开机要暖机又要2-3个小时，这个也不行。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下不会让它就断电。所以我们要管理什么东西呢？就是业主们，你们要好好的思考这个议题。装了能源，装了电表，然后有个看板，它不会帮你省电。
它只是事实呈现。好，那你说我没有数据，我没有办法管理啊。那也不是那一回事，只是没有看板的话，你就不能管理吗？那也不等于是啊。说你现场的管理的方法、流程是什么，程序是什么，这个要做出来，要先有这几个行为。你之后有看板只是在加钱，你说，我知道这个行为有没有被真实的落实下去，这才是对的。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不要道听途说啊，也不要因为分享会听了很多，或者是研讨会参加了很多，你就觉得要做啊，除非啦，你说反正我早晚要做嘛，现在有补助我就现在做一做也是可以啦哈。但我还是回归，你到底要什么，请你想清楚，比较重要。那能源管理跟机联网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不要听人家讲说我要做机联，我想知道这个机器今天做多少 piece， 除非你是连续性，就是这个机台开机就只做这件事，你去看今天这个机器做了几 piece 才有意义，不然没有意义。台湾中小企业少量多样，一台机器一天换很多的单子，你说它累计看这个机台今天的稼动率很高，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以能够达成出货为优先，因为不需要开机的机器就不要开机。因为开机做了一堆，我盲目要求稼动率要高，你去开了机做出来一堆东西没有要出货的，就蹲底下，这个叫呆滞，这个叫浪费。要出货的时候才去做，这才是对的。反正总而言之呢，能源管理跟机联网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跟你们分享。好，那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开一个那个线上的分享会的课程。不要讲课程啊，这是有点压力，就是在线上开一个分享会，跟大家分享说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我们用短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讲座啦。那我们就看看什么时间我有空，我们再发讯息跟大家说。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再见。